突然倒地了啊！我说这是碰瓷吗？我这可录着呢啊！这躺着不动了，一动不动，哎，谁叫都不起来，而且是脸朝下。大家好，塞尔维亚的一个面积非常大。我们现在就在阿斯加利亚的威西岛。Hello， 大家好，我是耀阳。Hello， 大家好，我是纳兰。我们去这个孟加拉1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遇到了很多的人文，很多的故事，也拍了很多的视频。是视频背后的故事，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对，我们呢也综合了一下这个在这段期间在评论区里提到最多最有意思的一些问题，今天着重给大家回答一下。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孟加拉啊，很多人都看到我们视频里边非常非常的热情。对，那它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热情呢？对，原来呢，在我没去巴基斯坦之前，我觉得，这个世界的这个整个的友好程度啊，也就一般般。当我去了巴基斯坦以后，我发现哇，巴基斯坦人真的特别热情，特别是对我们中国人啊，非常的热情。但当我到了孟加拉之后，刷新了我的世界观。也可能孟加拉的人口密度更大一些，他们对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热情啊，真是非常之高。比如你还记得吗？咱们一起去了一个中学，在街上啊，我们被叫到一个中学里边去了。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们两个像明星一样，他们所有的孩子们看到我们以后就站起来欢呼，而且他们让我们把那个字给他签到手上，甚至有的小朋友签脸上了。对。而且还有一个小朋友给我画了一幅画，说 I love you, Sophia。真的，他有一个特别厉害啊！我们先进了一个班里，完了呢，我们就觉得不合适啊，这个必须得先得到一个领导的一个拍摄允许，是吧？我们就去了，在路上的时候，我们路过了一些班级，他就被拽进去了。我被围起来了，被很多女生围起来，然后把我拥入了他们的那个教室里面。对，我这还走呢，后面没人了，我说人呢？怎么进那里？结果去了以后啊，发现就这么一面之缘。然后我们跟那个领导啊，学校领导寒暄了一会儿，还给我们吃的，非常热情，非常的热情，还专门给我们做吃的，特别的好客，特别好客。这个是孟加拉的特点。然后我们出来之后，那个女孩就偷偷塞给他一张纸，她当时还没打开，神神秘秘的说她给了我一封信。我以为我说，哎呀，这个很像那种上学的时候那种好紧张的那种情书的一个感觉，但是一个女孩给我的，所以我当场打开以后，我觉得那一瞬间，我就真的特别感动。真的，当我刚开始我没看明白什么意思，我一看是一个他对纳兰的第一印象，画了一幅画，很漂亮，有蓝天有花，而且底下还写一个 I love you, Sophia。Sophia 是英文名嘛？对，所以就是我感觉他们就是对这个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热情的程度，真的是啊，就是我觉得当时我又激动又感动的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一个回忆。我去了这么多国家，遇到过热情的国家也很多，但是这么密集型的，无论是去学校还是走街上，我们被叫到人家这个会场里做了评委，还是硬拉被去人家去吃饭吃甜点，去一个村里，好，我们这整个啊，那来走着走着又消失了，走着走着天天消失，就是回家这一路上正常走10分钟，2个小时没到家，为什么？每一家每一户都把你拉进去喝甜，而且把他们家最好的东西，他们的水果，他们的甜点，他们有手做的点心拿来给你吃，真的觉得就是这种热情，真的让人觉得哇，就很感激，很感恩。这一点啊，不得不为孟加拉点赞。还有一个比较大家感兴趣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说孟加拉它被称为小印度，对吧？所以有很多人去之前，很多人就问耀阳说：“我想看一些孟加拉有什么奇闻趣事。”奇闻趣事，咱们说啊，孟加拉啊被称为小印度，也是因为过去呢，确实它从印度分出来的，分成了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但是中间是隔着印度，对，所以他们的文化虽然是穆斯林，但是呢，他们很多的文化和习俗，沿袭了印度的这个习俗，所以被称为小印度。包括它的这个河的流域也是在恒河流域，所以绕不开的千年话题。所以他们的这个奇闻趣事其实特别多。我给大家举2个例子啊。第一个，这个我们在去那个中学学校的时候，其实刚一开始我一开视频特别逗，我刚说了没有2句话，突然来一个女的我说怎么了呢？完了他又说突然倒地了我说这是碰瓷吗？我这可录着呢啊！这躺着不动了，一动不动，谁叫都不起来，而且是脸朝下，就是
我说，而且他是坠下去的，咣一声。当。我当时我跟你，我以为你犯病了呢。但是我当时跟你讲，我说耀阳这不会是行为艺术吧？不会在我面前表演一下我们要那个什么吗？他一倒，旁边咵一下我们就散成一圆圈了，都是人看着。完了那个马上来一个老师说不用管他，他每天都这样，他每天都这样。完了特逗，完了呢我们真的不用管，不用送他去医院嘛，说你别碰他，哎都我们就没有理他嘛。等我们转一圈2个小时出来，他还在那儿躺着，而且外边有40多度的高温，他就一直跟这躺着，我都疯了，姿势都没有换。我又问了一句，我说这个他真的没有问题吗？他说你不用管他，真没问题。结果我们出去给学生买点礼品，在回来的马路上又见着他走了，就见着他跟大街上走着又抓着我们那车啊，躺在养，我这个真是碰瓷无疑，这是无法想象啊！对他们的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讲。还有一次你记得吗？我们去买那个菜，我们说想看看菜价多少钱。那个荔枝大叔啊，他们我看到我们在买菜，他一直说来。当然这个在好多地方，他们的人都是这样卖东西，来，那真是很热情，很会做生意。因为我们已经买了很多了，我说那就甭去了。我说要不然您过来得了，我就比回这，我们也语言也不通，他过来。而且他跨着他的摊儿，这样就过来，跟骑着马似的，就过来以后，完了，好吃，好吃，完了我一看人都这样了，我说那我买了，我一买了，我说这什么意思？还这样，哎呦，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太有意思了，就是在夏天能给你增加很多的笑点。就是本来很热，结果看完了以后就一点不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你发现没有？就是在孟加拉，他们那些男人还特别的爱美，橙色胡子的大哥。哎，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们去拍摄了一个90岁的这个渔夫老爷爷，出来的时候啊，当时我一看傻了都。但是呢，咱们这个哈，就是在进入其他国家，特别是其他国家比较深度的时候，一定要入乡随俗，因为它无论是饮食习惯、风俗习惯，这个当地的这个穿着的习惯，它都跟我们中国不太一样，这才有我们去探访的价值，对吧？出来以后看一大哥穿一裤子，穿一裙子啊，他们穿泳衣，他们的泳衣男生穿是一个裙子，一巴掌虎心毛，大胡子啊，中间这还地中海了，就两边有头发也染了啊，染了红的、橘色，胸毛也染了，也胡子也染了，这样走。胸毛也染了。我当时我说这是火云邪神嘛，完了很多的网友说哇快看沙僧在世，沙僧保驾护航。我真觉得他们特别喜欢这个，因为他们艳色。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喜欢艳色？是不是因为他们黑？不是，我这还真问了，因为他们不想老，他们觉得胡子白了是虚弱的代表。就我很壮，我很强壮，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是一个老态龙钟的样子，所以胡子我要染成颜色。但是为什么不染黑的？黑的他们不喜欢，因为他们觉得红色比较亮。哎，他们觉得红色比较亮，就比较能够有青春活力，觉得我很神奇的。他们那边的人确实性格都是比较外向，然后你走到街上拿着摄像头，他们突然间就挤到你的摄像头里。对，他们非常的喜欢，就是说，哎，你去拍他们，完了能够展现自我。其实他们是一个怎么说呢？外向，对，他们就是很表现欲，对，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就是能够进步啊，或者被发现的那么一种状态。对，但是很多人也问我这个问题啊，你觉得孟加拉人幸福吗？哎，这个问题真的是我没有去之前，我是觉得，哎呀，孟加拉它那边人那么多，我觉得它的物价肯定也很低啊。就我当时都是这样去想，去了以后我就完全颠覆了。我觉得在孟加拉生活真的是水深火热，甚至比阿富汗要加一个更高。因为阿富汗最起码他们的馕比较便宜，对，大部分它的物价便宜，吃得起。但是我们可能通过我的视频，大家看到了孟加拉的物价其实并不便宜，但是它民生还可以。我们通过买菜就是孟加拉是这样，就是你基础的温饱因为他们吃的是米饭，而且他们很多时候连菜买不起的时候，他们会炖那个咖喱汁儿，米饭叫咖喱汁儿要贵。对，哎，而且我们去拜访了一个90岁的爷爷，大年初一白米饭加半个鸡蛋。真的是半个鸡蛋，这是一个有工作的人啊，
这3轮车的爷爷蹬车蹬了40年，家里就吃这个，所以我们通过比如桥下的兄妹。包括这个利比的家，我们无论是从打卡的城市，我们帮人盖房顶的那个垃圾河的一家，我们都能看，这个都是活生生的在孟加拉首都打卡正常生活的居民，他们其实算不上贫民窟，他们其实有工作的人也就才能解决到温饱，那没有工作的人在那里是活不下来的，更加困难，你只能回老家了，因为在孟加拉你发现了乞讨的人很少。他们都会捡瓶子，对他们没钱，他们会去用劳动。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捡瓶子吗？我一直在反想这个问题。因为瓶子多，因为人多，所以瓶子多，繁衍出来一个非常庞大的职业，而且是分区分片的。Bottle man， 捡瓶子的人啊，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医疗。他们普通人是看不起病的。他们普通人真的是看不起病，你也没法看病，就包括你买药都分3、6、9等。这个整个这个好的药店，穷人不能进去。哎，便宜的药店你可以去，药不全。对，就公费医疗的那个东西，你排队，你病都好了，你都进不去。所以就是说，而且他们不是病好的问题，他们光挂号费他挂得起吗？我一个挂号费是不是1500？对，1500的挂号费，你想把多少人拒之门外了？他们一个月才挣6000，登记打卡。所以我觉得，在这么低收入、高物价的面前，别人都是拼了命的去劳动，所以我觉得他们不太幸福，真的不太幸福。但是他们充满了欢乐，我却看到了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欢乐、他们对这个新生活的向往。你觉得孟加拉还有什么特点或者是特色，就是和其他的国家不一样的？就是咱们这么说啊，孟加拉首先它人多，就是堵车是一个比较大的特点，热情刚才我们说了，超乎寻常的热情，特别是对我们中国人。第3个，我觉得他们环境真的是挺恶劣的，环境恶劣。你们知道有一次吗？我在去帮助了那个18岁的单亲妈妈，我去了他们家之后。我回不来了，为什么？因为我没有钱了，我把所有钱全给他了。实际上当时我留了一点打车钱，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打车钱是根本不够我从他们家打到我的酒店的。是后来怎么回来的？我走着，你知道我走了2个多小时，我才知道孟加拉的这个环境真的太恶劣了。他那个人他住在东吉，但我们住塔卡，对吧？首都其实。同吉和达卡就像郊区一样。车站的话，它应该是有1站还是2站？2站火车，我走了2站火车，但是在路上我却感受到第一个非常多的土，第2极度热，看不见太阳，第3没有地方上厕所，真的是没有地方上厕所。就算你去老城区也没有，他们那边的男人是随便找个地方，不是随便找，他有露天厕所，不是，他有露天厕所。这个露天厕所呀。只有一个小便的地方，但是周边什么挡头都没有，没有顶儿，也没有墙，也没有门，也连个帘子都没有。360度您就跟着上，您要是想上您就上，不想上对不起您就憋着吧。你还记得有一次吗？我们去探访那个女人村，但在女人村之前，这个地儿太难去了，我们真的是飞机倒这个大巴车。再倒这个船，再倒板车，再倒3轮，我们才到了一个地儿。到了一个地儿以后，当地没有地儿住，我们就从网上订了一个房。结果订了一个房呢，工地里面是一个工地里面还没有盖完。结果我们去了以后，我的天哪！这整栋房里边应该是4层左右，只有我们一户。然后呢，我把那个窗户一打开，后边一个湖，哇，各种各样的这个。昆虫你没有见过的，这么大一个的硬壳的都飞床上了。蚊子的品种有3种，上百只蚊子在屋里，我都觉得我们来这儿是喂蚊子来了，所以我们连夜就搬走了。就是它无论是它的吃饭环境还是住宿环境，各方面东西都是很有限的。对，就是你在孟加拉的话，我们感受过之后，我觉得确实比我们拍的阿富汗啊、巴基斯坦啊，它的条件要更艰苦，要艰难。你想做一件事情，你每天要经历不停的车程，不断的去换你的这个乘车的工具，而且还有大太阳顶着，每天回去你的脸全是被土
被土变成了黄色的那种，真的是衣服都是黄色的，真的是很难。因为孟加拉它的这个位置决定了它有10%的全是水域嘛，整个水域面积占了整个陆地面积的10%，也就是说河流非常的多，所以它船特别多。但是船到陆地上，还有包括那个飞机抵达的地方，不是什么地儿都有。所以我们经常去拍摄一个地方，需要飞机或者火车转船，或者船转飞机转火车，转板车，再转大巴车，大巴车转打车，打车转船，或者再转一个什么交通工具，再转板车，最后转三蹦子。他们在用于这种大交通的时间是非常长。关于这个孟加拉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大家很感兴趣的话题，就是关于我和亚阳现在的生活。对，关于我们两个现在的啊。很多人说，哎，你们的这个更新频率慢了，现在也不直播了，你们俩到底干嘛呢？对，很多人都好奇。对，因为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西班牙。我们来到了西班牙呢，现在呢，我们做的其实是补护照。因为纳兰护照丢了。对，其实我们本来想在西班牙休整一下，我们前往下一个国家，但是很不巧，由于他的护照丢失，我们现在哪儿也去不了。现在就是补办这个护照比我们想象要复杂的多，提交一系列的一些资料和材料，证明，对，而且证明完了之后还要面试，面试完之后现在就是等待，无限的等待，就是永远告诉你等待中。我们这一等已经很久了。现在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新的想法，还有一个新的计划。对，首先呢，我们降低了更新频率，本来我是日更的嘛，但是确实内容不足了，然后呢就变成了隔日更。然后很快呢，我们也会拍一些关于西班牙的一些视频。之后呢，我们就会前往下一个国家。对，但是很有可能在去下一个国家的时候，纳兰不能一同前往了。对，因为我的护照现在有点遥遥无期了。对，因为我们不能一直在这无尽的等待，可能由我先一个人先去给大家呈现内容，等他好了，他来追我。这个我觉得目前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解决方式。对，还有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不直播了。哦，直播这个事儿是这样啊，这个大家知道我们在海外直播需要海外的直播权限，我的权限到期了，新的权限我还正在申请，所以大家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下，稍微再等待一下啊。对。然后呢，就是我们也是把我们的一个情况简短的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因为很多人确实对我们很关心，谢谢大家的一个关心。我们两个现在状态都是很好，就是一个休整和补护照的一个过程。然后下一段时间，就是我真的能不能跟到耀阳一起去下一个国家呢？还不清楚。哎，有些人一直在问，哎，说你们今年出来说要想开着我们的中国汽车环游世界这个活动还做不做了？你猜呢？你猜呢？